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继续炫卡斗士3的重轨巨神，这一款可以说是我今年最期待的产品之一了。还有一款迷你特工队的那个大霸王龙啊，据听说国代版也安排上了，再等等。盒子依旧是这个过度的包装，超级巨大。来看玩具的实物，超级长的一列火车。推车滚动还是非常丝滑的，在转弯的连接位置，这个地方的轴不仅能动啊，同时这里是一个脚踝的关节，所以里边的齿轮位置也是可以进行大范围的摆动，而且这里也刻画出来车厢连接位置的那个玩意儿，是吧？整体的列车非常漂亮，涂装造型刻画都相当对味儿。但是我们看动画片里边啊，其实它是从这一头连接的，但是这个扣子啊特别的不好搭进去。虽然它设计了一个两方向的锁啊，正反都可以扣，就这一块扣合的时候总会绊着一点点啊，非常的难受。因为变形设计的需要，两节车厢其实是一样的，但注意这里有1、2的编号。正面看这个造型，其实还有点像小时候看的铁胆火车侠。动画片里边其实赤魂王的设定挺 bug 的，可以自己铺铁轨，哒哒哒哒哒走。因为迷恋地球的铁轨，所以晚上偷偷的在轨道上奔跑，结果漏电了，就把这玩意儿电的神志不清的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，修好了之后可以兼容各种电压，就变得更 bug 了。那我们开始来变形车头。首先抠开这一块位置，翻上去，解锁开下方这里的武器，掏出来变形一下，延展开，单体的小枪。另外一边同样翻折过来，脚尖往后折，顺着这里边稍微的掰开一点，两条胳膊顺着里边的卡扣开松，往前折叠，接着下方的这一条 Z 字折叠往后折一下，飞起来。腿部左右掰开，哎，这又说到这一回国代的版本，胯部的这个齿轮会非常的硬，掰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特别的坚硬。把这个当这个这个玩意儿给它扣上去，也是因为之前的韩版嘛，这一块可能太松了，支撑性不是很好。现在的国代版改完了这个位置以后，比韩版这一点要强一些。好，两段折叠，把脚踝的位置折上来，但是也因为合体关节的存在啊，这一块里边会有一个大的窟窿。接着顺着腰部齿轮关节90度放下来，把这一块往下放，两个胳膊肩胛打开，旋转过来，正经的铁胆火车侠就变形完成了啊！当然它人形不是这么变。胳膊得转到另外的一个方向，然后后方这里的袖套滑动一下，把拳头露出来。这边是正面，所以要把腰部旋转个180度，上方眼睛这一块按下去，把里边的人头再拉起来，拧到正面。枪握好，列车员变形完成。对于喜欢老勇者系列的迷友们，一下就能看出来，这一款就像是神勇工作室写给超能加尔的一封情书。毕竟 GSC 的那款超能加尔也是神勇设计的嘛，但那款设计的是真不咋地。而这一次在儿童玩具线做出来的这款重轨巨神可是相当不错的呀，头雕的样子非常漂亮，融入了金色的电镀零件，非常的帅气啊，还有一些金属漆的点缀。肩膀这里全部都是齿轮关节，可动性很好，关节对折，手腕稍微的能旋转一点点角度，腰部左右旋转360度是变形的需要，齿轮关节非常的清脆，同时还有弯腰的关节，所以也是能很好的做出这种撅裆力。胯部的关节国代版修正了以后，这个齿轮非常的坚硬啊，踢腿的幅度很高。包括膝盖这个位置也做了紧实度的加强，各种关节的活动范围相当好。合体变形第一步，先把脑袋旋转180度，拧到背后来。这一块的裙甲拉起来，左右把导轮折开，打开裙甲的张合位置，让造型更夸张一些。接着把大臂旋转180度，这一块的袖套缩下来，双段关节往回折叠贴合，肩膀放好，这一块的肩胛放下来，
然后腰部进行180度的旋转，上方这里有一个推拉的滑槽，往后滑一下，就让腰部居中。这个时候袖口的两侧这里是有卡扣的，跟身体进行结合，合体的大胸甲扣出来。同时你仔细看，还能把这一块的金色花纹都堆在一起，连成一个整体，非常的漂亮。身体的部分就搞定了。腿部的连接位置，我们把这一块的脚尖90度立起来，从红色的位置根部往上旋转，然后把整个的腿部缩短，根部这里有一个弹簧的开关，捏着点儿压进去，锁到底。拿出单体的小枪，再把它收纳成小方块的造型。掏出2号车厢，里边的空间刚刚好，把这把枪藏进去，收纳。1号车厢的盖子里打开，里边是合体的头盔，拿出来以后稍微的延展，打开翅膀。设定里边这是一架小的无人机。造型来说也说得过去啊，金灿灿的电镀零件非常的漂亮。接着我们把两段车厢前后无损的咬扣打开，前脚尖抠着这里，里边是齿轮关节，把它掰出来，后脚跟放平，然后拉起来这一档，根部这里也是有弹簧的锁定点的，往回缩的时候压着点就可以把它缩回去了。拉出来之后，这里锁住就不会回落。接着把前方这一节往回收，变成这个类喇叭裤的造型。结合的时候注意一下螺丝孔的位置，顺着这里边的滑槽整个滑进去，锁的还是挺结实的。上半截胳膊的变形，打开这里边连接的大卡扣，整个翻转下来，旋个180度，打开盖板，翻出里边的大拳头。很可惜，这么大的拳头并没有做可动的手指。然后把肩膀红色的盖子往后推，这一块大炮往前伸，里边都是有定位点的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重点来了，这一块在组合的时候，韩版这里边会莫名多加一个凸起，因为重轨巨神不论国代和韩版都是合体包装，所以就会导致了这一块其中有一个边被撑得爆开了，这个是设计根源的问题。韩版每一款必爆，而国代版的它把这个地方修正了，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点。滑下去以后，嘎哒锁住，然后齿轮关节折下来。起初我觉得在设计的时候加出来一个凸点，可能就是为了锁下去以后这个滑道的一个锁定感，但是可能没调好，就导致了韩版全部废掉肩膀。当然现在网上也出来了一些修复的教程啊，但还是不如国代版直接开模的时候就给你开好了，这多好，对不对？最后列车员升级列车长，帽子给他戴上，左右一夹，脑袋瞬间大了一圈，而且哇，超级漂亮的这个帽檐儿，电镀的花纹闪闪发光，太漂亮了，这字儿也确实更像超能加尔了。哇，整体的人形摆在这里非常的壮观，真的好看。全身这种金色线条的处理啊，搭配这个暗红色和黑色的这种色彩点缀，真的漂亮。再加上整个的机设相当的成功啊，人形就算合体完成，穿上马甲以后，这个体型都是非常匀称的。侧面来看，巨大的肩膀这一块也是在动画片里边的主要攻击手段啊，主炮的位置。背后干净利落，几乎没有什么偷焦空洞。头部左右旋转，点头抬头，球形关节稍微有一些幅度。肩膀这里齿轮关节360度旋转没有问题。平举胳膊的时候，其实它这一块连接的是单体的那个带有齿轮关节的肩胛，不过这一块的齿轮关节支撑稳定性相当的不错啊，没什么问题。二头肌变形需要旋转，胳膊曲臂能达到90度。手腕这里不能动，因为是翻出的，很可惜，唯一就是要能做一个像赤魂王一样的可动手都很满意。然后因为腰部裙甲的关系啊，我们得撩开之后才能进行左右旋转。之前韩版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重轨巨神是一个软腿王，这回国代版本刚才我们在单体的时候看了，它把胯部这块关节做紧了，所以你跟这样摆放
拿起来的时候腿部不会像韩版那样直接耷拉下去啊，支撑的稳定性还可以。但相对来说吧，这一块齿轮关节之间间距虚位有一些大，1齿和1齿之间这个跨步太大了，所以呢也会显得有一些软，但相对来说已经比韩版好很多了。我们把它的武器掏出来，炫卡展开，2个巨大的爪子扣到手臂上，肩炮射出光线，2个巨大的爪子擦擦，跟雷霆王打的时候也是相当带劲儿的。不过这个武器带的，我个人觉得不是很爽啊。为什么会带2个大猫爪呢？能带一把巨剑就更好了呀。但总体来说已经相当满意了呀，不论是单体的变形，还有最终完成的合体效果都是非常漂亮的。同时最关键的是，它修复了韩版2个通病的问题，所以想入的玩家，我会毫不犹豫的推荐你去买国代版。但现在因为展高这边代理的定价就很贵啊，我不推荐大家现在买，等一等会有好价的。实体店这款的定价是499，但是网上现在可能也就是350-360。基本上有这个价位了。我看评论区有人说啊，有人已经280拿到了，也能从身高上对比，重轨是要比赤魂王稍微的大一圈的，比它更大一圈的战警王现在才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参照战警王的一个售价向下类比，虽然不是同一个 IP， 但是我觉得重轨巨神如果价格在230到260块这个价位，我觉得就是心里的预期值了。东西是非常非常不错的，相当的推荐。但现在的价位有一点高，我觉得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再等一等。而且都是神勇的设计啊，它的合体接口设计风格是一样的，尺寸上面稍有一点偏差，重轨的胳膊可以插在战警王上边，战警王的这个就插不上去了，这口小了。其实神勇对于这些老勇者玩具的致敬做的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，尤其这一次的重轨巨神，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超能加尔的影子，但他所演绎出来的列车变形合体又是一种完全截然不同的风格，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一款产品，我超级喜欢。去年在写年终总结的时候，我敢把超级战警王放在最佳原创玩具，今年的重轨巨神可以说又稳了，尤其国代版本又修复了韩版这些毛病之后，现在对它唯一有影响的就是它的售价了，只要它能降到200多块，那这一款绝对是满分的产品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